俄罗斯、土耳其与叙利亚拥抱在了一起，拜登发现美国被出卖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土耳其正在利用其特殊的国家地位左右横跳，并在打击库尔德武装的问题上谋取利益。让美国人万万没想到的是，2022年年末，在俄罗斯的调解下展开的土耳其、叙利亚和解进程获得了进展，而这又是以背叛美国的利益为基础的。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在中东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可能会因为这场交易而严重受损，几乎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就埃尔多安而言，叙利亚的库尔德问题是他的终极考验和真正的挑战，因为库尔德工人党主要活动区域就在叙利亚。土耳其面临的国家分裂和恐怖袭击威胁也来自叙利亚。早在1998年，土耳其就指责叙利亚藏匿了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埃尔多安曾经想通过投资的方式来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以解决威胁，并曾经与阿萨德的家人一起度假。后来是美国人说服了埃尔多安，制定了旨在推翻阿萨德政府的行动方案，并向土耳其提出了一项武器和训练叙利亚叛军的秘密计划。但是到了2013年，土耳其政府开始感觉到美国只是把他们当成炮灰，并不关切土方的战略安全利益。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打击库尔德人武装的诉求毫不关心，甚至把库尔德人武装当成是反恐盟友。从那时起，埃尔多安就一直抗议美国以威胁土耳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恐怖组织结盟。在这样的背景下，2022年12月28日，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国防部长和情报部门负责人在俄罗斯的协调下开了2次会议，以加强双方的合作。埃尔多安与阿萨德的和解过程本质上就是对美国的背叛，当然更是对美国无视土耳其利益的报复行动。通过土叙两国在俄罗斯举行的会谈，土耳其显然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用土耳其国防部长的话说，在莫斯科会议上，我们讨论了如何尽快改善叙利亚和该地区的局势，同时确保和平、安宁与稳定。土耳其重申尊重所有邻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权利，唯一的目标就是打击恐怖主义。我们没有其他的目标，看出来没有？土耳其有可能获得在叙利亚领土上打击恐怖组织的授权，而打击的对象正是美国的隐性军事盟友库尔德武装。而美国人甚至根本就不会在会议的协商范围内。普京近年来一直建议埃尔多安直接与叙利亚合作，以达成框架协议。这次3方的会议被称之为是在建设性气氛下举行的，受益的当然是俄罗斯、叙利亚和土耳其。对俄罗斯来说，避免了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对其中东影响力所带来的冲击；对埃尔多安来说，与叙利亚的关系正常化将受到土耳其舆论的欢迎，这对于其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争取连任会产生积极影响。对叙利亚而言，此举有利于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改善与邻国的关系，还能打击美国的势力，也是相当划算的。当下土耳其对叙利亚领土的持续占领，土耳其境内的360万叙利亚难民等因素，都是影响叙利亚安全的重要问题。土耳其方面透露，安卡拉、莫斯科和大马士革正致力于在叙利亚实地开展联合行动。要注意，土耳其这个北约国家将要与俄罗斯的军队一起行动了，这让美国人看了会多难受。现在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库尔德人在叙利亚未来的地位问题并未得到解答，也很难得到解决。但是无论叙利亚的局势如何发展，美国都是那个最大的输家，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会在乎美国的潜在军事盟友库尔德人会怎么想。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